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漫游民上海观天象频道。今天在做节目之前我要让大家看一下我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上一期的节目我做那个2个奥运冠军在佩戴毛主席像章上那个奥运颁奖台的时候，我就想带着，但后来没找到。我后来索性我重新买了几个，以后做节目就带着毛主席像章看到没有，对吧？下面还有为人民服务呢这个新款的不错，不光是毛主席像章，下面还有为人民服务，挺好好，现在开始今天的标题是感谢葛优文，国产新冠特效药清肺排头汤的发明人，治愈率达 99.28%， 人均仅需100元人民币。它是拯救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中国人的救命大恩人。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一开始，英国就在鼓吹群体免疫，美国川普政府也紧随其后，国内某些无良汉奸媒体还在吹捧这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结果呢，欧美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导致了全球感染人数超过了2个亿，死亡人数超过了447万，仅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63万，全世界 2.6% 的人口被感染。随着德尔塔、拉姆达等变异病毒的扩散，这个感染和死亡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之中。清肺排头汤是葛优文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就发明的，也就是2020年的1月份。正是因为有了这款神药，最终让我们打赢了武汉战役，以及后来的北京战役、上海战役、青岛战役、天津战役、广东战役、喀什战役、乌鲁木齐战役、大连战役等等新冠抗疫行动。当然，所有的新冠战役中所用的中药并不只是清肺排头汤这一款，还有许多其他的中成药，比如广州开发的肺炎1号等等。但是清肺排头汤却是全国使用面积最广、使用量最大、使用效果最好的一款中药，可以说是唯一一款全国通用型的中药治医良方。清肺排头汤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进而杀死新冠病毒。用中医的话来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故而它既是一款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的神药，同时又是一款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神药。我们看援鄂医护人员4-5万人零感染，主要就是清肺排头汤的功劳。但是呢，葛优文为了全国的战役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呢？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中国人的救命大恩人。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发明的清肺排头汤呢？比起那个网红医生张文宏来说，他的存在感几乎是0。在时隔8个月之后，2021年1月初，河北竟然增加了1个死亡病例。人们关注治疗时再次发现，居然是因为没有充分使用中医的结果上层震怒，随后加大了力度，中医力度再提升。根据孙春兰副总理的指示，1月19日中医药防治方案的出台，中医大规模奔向河北抗疫前线。请注意，我们国内是1例死亡都是天大的新闻而不像欧美夷敌动辄60几万死亡的美丽风景线，而且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为那63万亡灵负责。那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看看央视采访清肺排头汤的拟方人葛优文，其中最大的亮点有2个：一是我们拥有全球唯一的特效药清肺排头汤；二是让西方惊恐的，让西方医学无解，让现存疫苗作废的变异病毒，比如德尔塔和拉姆达，在中医看来居然并没有什么变化。不仅是清肺排头汤继续维持特效，而且这个让西医佩服的五体投地的特效药还从预防轻症、重症、危重症全面管用。在央视的采访视频里，葛优文老师接受采访时候了然于胸，镇定自若。在最后介绍针灸的队伍时，他还不忘带上西医，还要兼顾西医的面子，避免了全国那么多西医的同行们无法接受。某些迷信西方医学的小伙伴们，你们是不是受到了灵魂被彻底洗礼的感觉呢？国内外的西医利益集团可以用一套所谓的科学理念，逐渐改编化解中医，使中医达到所谓的现代化，与西医趋同，最后彻底失去了中医的特点和色彩。但是民间中医不同，他们不可能靠论文、靠概念生活，他们生存的唯一法宝就是疗效。要取得疗效，就必须按照中医的理念来，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可以说，民间中医是西医的天敌，双方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因此，西医总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打压和灭杀中医，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消灭中医。
其实国内外西医利益集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消灭民间的无证中医。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努力，民间无证中医确实被消灭的差不多了。可惜野火烧不尽啊，春风吹又生。幸亏疫情这股突如而来的春风又把中医吹醒了。全球唯一特效药清肺排毒汤的拟方人葛优文就是一个民间无证中医。最令国内外西医利益集团头疼的是，没有办法面对葛优文这个人，也没有办法解释之前他们制定了那么多的打压灭杀民间中医的条例措施究竟意义何在。所以国内外的西医利益集团勾结国内的无良媒体平台，对葛优文不做任何的宣传，想尽一切办法的打压。人们查找百度搜索网络，几乎找不到葛优文的任何资料，就连清肺排毒汤这一词条也绝口不提葛优文的名字。这绝非词条作者的遗漏或查找不到相关的信息，而是有人故意为之。他们的势力相当的大，确实做到了基本掩盖了葛优文的所有信息。国内任何的新冠抗疫的表彰会、宣传会都没有葛优文的份。但是在死亡病例的重重压力之下，医疗当局还是暗暗地给葛优文颁发了一个中医特长人员的证书，并且聘他为中医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因为他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实在掩盖不住啊。至于出头露脸，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能给他任何机会。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好不容易维持了8个月不死一人的记录，就被石家庄的那帮西医给轻易地打破了。1月份，石家庄的这一类的病死引发了上层的震怒。申春兰副总理的指示非常坚决，让中医上。于是有了2021年1月19号中医药防治方案的出台。于是中医大规模奔向河北抗疫的前线，被国内外西医利益集团故意遮盖和雪藏的葛优文，终于迎来了面对国家级新闻媒体的机会。这是中医的胜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请看民间无证中医葛优文在石家庄战役一线接受央视采访的视频，这也是葛优文唯一的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源于武汉抗疫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不光要看到这个已经确诊的病人，我们还要看到有可能会被感染的人群，因为这个才能真正的切断疫情的这个发展。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也是在隔离的人群中，我们也让他服用清肺排毒汤来改善他身体的内环境。但外环境我们可以通过防控，我们通过隔离去解决，这2个都解决了，那疫情就可以控制了。葛优文是清肺排毒汤的拟方人，在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清肺排毒汤就是临床救治中使用面最广、使用量最大、使用效果最好的中药方剂。新出台的石家庄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包括集中隔离人员干预方案、无症状感染者治疗方案和确诊病例治疗方案。其中，针对集中隔离人员和无症状感染者方案的方剂都是清肺排毒汤。在确诊患者治疗中，清肺排毒汤也是唯一一个治疗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通用方剂。之前的这个已经用了这么多28个省，而且在武汉也大规模的使用，很多的医生啊，他们也见过这个方剂的效果与威力。疫情虽然这个有一些变化，它的病毒有变异，但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本质没有太大的变化，核心病机啊没有改变。据介绍，从1月7号起，国家专家组中医专家陆续抵达河北，在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指导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并指导制定了此次的中医药防治方案。在服用这个汤药的同时，我们还准备了一套针灸的方案，来应对这个急症和重症。因为有很多重症，他可能呼吸都困难，所以他喝药就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组织一个这个针灸的急救队，和西医一起治疗。可以说，在去年武汉疫情和石家庄疫情这2次大的疫情当中，清肺排毒汤功不可没，而发明了清肺排毒汤的葛优文也理应是抗击新冠的第一大功臣。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宣传和奖励呢？只是因为他是一位中医，而且是一位无证的民间中医，既没有受到过正规的中医科班教育，也没有中医师的行医执照。可想而知，国内外的西医利益集团怎么会不打压他呢？但是不管你是中医粉还是中医黑，提到葛优文的清肺排毒汤，他们都不得不服。到目前为止，在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清肺排毒汤这个方子的疗效是最好的。
但是不要脸的美国人已经窃取了葛优文的清肺排毒汤的方子，偷偷摸摸的，并且成功的研制成了中成药药囊，上市销售了。美国人的这个举动真的是狠狠地打了中国西医的脸。美国人没有偷网红院士的板蓝根、莲花清瘟胶囊，也没有被中国的中医黑，比如方舟子等给忽悠了，而是偷偷摸摸的、悄悄的来向中医取经了，而是无耻的盗窃了中国民间无证中医葛优文的清肺排毒汤的知识产权，还生产出了中成药。说不定以后他们还要起个洋名，高价的卖给中国的有钱人呢。幸好清肺排毒汤的方剂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用途已经被葛优文申请了中国专利，专利的申请日是2020年2月6号，就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清肺排毒汤的当天。专利的申请人、发明人就是葛优文。那这位葛优文到底是何许人也，是何方神圣呢？他让人感觉很不一般。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官方公众号曾经推送过这一篇文章，题目是清肺排毒汤通过中医药抗疫100年大好，作者是王永岩，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国宝级的国医大师，是清肺排毒汤专项组的专家。他在文章中对清肺排毒汤大加赞赏，并肯定了清肺排毒汤的拟方人就是专利申请的发明人葛优文。在之前官方报道使用的字眼一直都是找到了清肺排毒汤，推荐的清肺排毒汤。官方之前一直认为清肺排毒汤的方剂来自于中医经典著作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是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4种经典的方剂，再做一些加减，最后一共是21味中药。所以官方之前一直没有具体报道过清肺排毒汤方剂的拟方人，但是在那些国宝级的国医大家的眼中，能把这4个经方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尤其是在应对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流行疾病时还能快速的见效，就值得申请一件发明专利。如果没有这件专利申请，我们很可能就会忽略一位抗疫的大功臣。所以请大家记住清肺排毒汤方剂的拟方人葛优文，这位挽救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无证民间中医。如果没有这件专利申请，没有王永岩院士的力挺，可能官民永远不会提起葛优文拟定了这个救人无数的方剂，我们也无法确认究竟是谁才是清肺排毒汤真正的发明人。我认为抗疫限定的名单上应该有他，国家应该给他颁发抗疫英雄的荣誉证书和经济奖励，以表彰其突出的贡献。对比一下中外疫情，我们不禁要庆幸，幸好我们出生在中国，幸好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幸好我们有中医，否则的话，这一次新冠的大劫难，我们还真的是躲不过去。我们今天还能自由的出行、旅游、出差和探亲，而且免于病毒的侵扰，只因为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块没有被新冠病毒肆虐的净土。我们绝不允许新冠病毒卷土重来，我们不能把14亿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交给新冠病毒这个恶魔去主宰。不管它的毒性降到多低，哪怕是致死率降到了1/1000、10万分之一，对于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国家来说，那也是极其恐怖的事情。1/1000就是14万人，10万分之一就是14000人。这种事情我们能去赌吗？那14万人里面很可能就有你我的亲人、朋友或者爱人。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当作儿戏。西方的资本利益集团把人民的生命当成数字，当成牟利的炮灰，而我们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承诺人民的生命第一。实践也证明，这是付出代价最小、胜利成果最大的抗疫模式。我们就是全世界抗疫交出最好大卷的优等生。我们无需借鉴那些差生的作业，更无需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忽悠，搞什么与病毒和谐共存，那真的是误国误民的馊主意。至于说到打开国门的事情，这些根本不用担心。由于全球深陷疫情，相比来说，中国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是最少的。今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迎来了难得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过去10多年来最快的增长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对外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暴增了24%以上。尤其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中国东盟上半年的贸易额更是暴增了38%。事实证明，疫情防控对于中国与外国的正常经贸往来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还有人担心明年的冬奥会，我觉得那真是想多了。
我们有中医，有清肺排毒汤，有出行跟踪的大数据。外国的运动员、媒体记者和观众来了中国，首先给他们隔离14天，然后喝上我们的清肺排毒汤，不管有没有感染新冠，统统治好。为了体现中华文明和中医的优秀，弘扬中国人的自信，我们建议明年冬奥会开始之前，给外国人的清肺排毒汤可以卖得贵一点。我们中国人每个疗程现在是100块人民币，给外国人可以按照每个疗程100美元来卖，而且还没有任何痛苦。不过100美元还是太便宜了。面对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比如德尔塔、拉姆达，现存的疫苗防护力大幅度降低，传统中医才是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因此，我们必须坚守我们已有的成功的抗疫模式。我们应该守护我们老祖宗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来的瑰宝——中医药。我们应该守护和传承中华5000多年的传统中医。我们应该守护葛优文，清肺排毒汤的发明人，我们的抗疫大英雄。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毫无疑问，葛优文就是其中之一。他默默无闻的就把这福泽子孙的天大功业给干了，不求任何个人私利，也不追求名气和荣誉。在此，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要向葛优文致敬。我们要再次感谢葛优文和所有的中国白衣战士，感谢所有的抗疫英雄们，帮助我们战胜了自武汉疫情以来的历次疫情，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新冠病毒肆虐的净土。我们珍惜他们艰苦奋战得来的战役成果，坚决向一切居心叵测的与病毒和谐共存论说不。本期讲完了，希望老铁们订阅、点赞、留言，谢谢大家。